暂时罢古袭奸秦，先把夷边越古今。长叹贤君误勤俭，身卑庸主是荒淫。治平端自亲贤者，忍乱无非尽佞臣。说破兴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北宋末年啊，有这么一个人物，他是姓朱名勉，苏州人。这个朱勉小时候家里很穷，到什么程度呢？他的父亲啊名叫朱冲，靠给人打零工为生，有一搭没一搭的挣点钱，根本解决不了基本的温饱。家里面实在维持不下去了，这个朱冲啊只能是沿街乞讨，想着到邻近的县里找亲戚朋友借点钱，好渡过难关。好巧不巧呢，路上碰上个奇人，俩人具体有什么样的交集，史籍没有记载，只说这个奇人啊，在这之后给了朱冲几根看上去黑漆麻花的铁条，以及不知名的药书一部。这个朱冲回到家以后呢，发现擦去表面的黑色，那铁条啊其实是金条。很快呢，他就用这笔钱开了一家药铺，用那人给的药书给人开药，结果总是药到病除，立即见效。这都不是咸鱼翻身，老朱家自此咸鱼打挺，远近闻名，是富甲一方。有这么一天，被贬官的蔡京途经苏州，蔡京想修建一座寺庙，经人介绍呢，就认识了朱冲。老蔡啊，原本是打算同时找几个人集资修建，没想到这朱冲表示不用，他一个人全包了。没几天的功夫呢，就在再次见面的时候，这个朱冲已经准备好了几千根木料。从此蔡京对朱冲是刮目相看，极为赏识。等到第2年被徽宗重新启用，蔡京就把朱冲父子都带了回去，委托童贯给这爷俩搞了个假军籍，然后呢又让他们冒领军功。朱冲、朱勉父子2人就这样做了官。相比他的老子朱冲啊，这朱勉的个人成就要更高一些，成功跻身到了徽宗一朝6贼之一，花石纲之役的灵魂人物。前面我们已经聊过了宋徽宗继位初期的一些情况，本期节目啊，我们就以朱勉为切入点，来聊聊宋徽宗赵佶的昏庸过往。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的宋徽宗啊，他是一位风流天子，还是藩王的时候他就喜欢读书、绘画、鼓器、山石。继位之初呢，还比较收敛。有一天呢，拿出一轮玉制的器皿，喝酒的、盛酒的，个顶个的精致。拿出来以后呢，一一展示给几个大臣，然后说我准备下次团建聚餐的时候啊，就把这些器皿都给用上。可是呢，又怕大家都说我太奢侈，所以一直都很犹豫。他旁边站着的蔡京啊，咱们在上一集说过，这人是特别会揣摩领导意图，马上上奏说不奢侈不奢侈。我上回出使辽国啊，见过一类似的玉盏，玲珑剔透，异常精美，据说是5代的时候石敬瑭用过的物件。当时辽主呢还特意指给我看，还说我们南朝肯定没有这样的器物，辽朝天子平时都是这么奢华，您只是聚餐偶尔使用一下，于情于理都不为过。这个徽宗听了以后呢，摇摇头说：“哎呀，勤俭乃是祖宗家法，神宗皇帝过去啊，只是建造了个小台子，就被大臣们轮番上书劝谏，我现在都仍然记忆犹新，这种事儿不能不谨慎呐。”那蔡京啊，紧跟着狡辩说：“只要合乎情理，人言不足为虑啊！您贵为天子，理所当然就应该享受这太平之养，区区玉器，何足道哉？”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番话，却让徽宗皇帝是龙心大悦。蔡京在稳稳拿捏了这圣意的同时呢，还专门投其所好。他是看准了这徽宗啊喜欢各种奇花异石，就暗中嘱咐人去专门寻取。这项任务啊，被交给了朱冲、朱勉父子。最开始呢，只是找了3颗小黄羊，用黄帕盖着送到了汴京。徽宗一见到这些玩意儿啊，眼睛都格外发亮，掩饰不住的喜欢。但是呢，他也怕自己时间长了会玩物丧志，最初呢还能保持谨慎克制，要求每年只进贡2-3次，每次也不过5-6种奇花异草。时不时的呢，他还得提醒自己得绷住劲儿，绷着绷着，时间一长，妈呀，绷不住了，
沉湎其中，欲壑难填，是无法自拔。崇宁4年的11月啊，宋徽宗设立了一个叫做应奉局的机构，由朱冕负责专门在江浙一带搜罗各种珍异之物，其中扰民最深的就是花石纲。花石纲实际上在徽宗当政之初就搞了起来。建中靖国元年的时候呢，以修奉景陵西宫，下苏湖2州，采太湖石4600块。不过这个时候呢，他还不敢太肆无忌惮。崇宁元年呢，又专门派童贯前往苏杭寻访一些什么牙角、西玉、金银、竹藤等等各式奇巧之物，是应有尽有。几年以后，开始命令朱冕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花石纲的花呀，指的是花草、花木；石呢，就是石头。运送花石的船队一队叫做一纲，就是这么来个花石纲。但是这个花石纲呢，不是仅仅局限于花石，而是泛指各式各样的玩赏之器、入口之味。朱冕是既管着应奉局，又可以搜括船只，从此呢就开始巧取豪夺各种器物。那些运输花石纲的船只前后首尾相连，络绎不绝，源源不断的运往东京。民间的耗资巨大，叫苦连连。可是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人去管什么民间疾苦，力之所在，趋之若鹜。一个朱冕进贡花石纲，让兄弟子侄都跟着升官发财。无数的王冕、李冕、西门冕、东方冕紧跟着，不用皇帝下旨，自发进贡花石。眼看着这是一条加官进爵、备受荣宠的捷径，几乎整个江南所有的官员都开始乐此不疲。官员们大多是通过宦官，由宦官再送入宫禁之中。就这样呢，东京汴梁成了花石集散地。这些花石起初啊还种类不多，后来呢变得无所不包。总的来说，这个石头啊来自太湖、灵璧、慈溪、武康；花竹、杂木来自两浙；奇花异草、荔枝、龙眼、橄榄来自福建，甚至还有海南的椰子、两广、四川的水果。他们有的漂洋过海，有的呢翻山越岭，有的还经历了拆毁桥梁、凿穿城郭，有的美食珍宝，为了保证这个味道新鲜，必须在3、4天时间里就送到京城。以当时的背景环境而言，这些几乎无不耗费大量的钱财，久而久之，天下为之骚动。徽宗朝的六贼，这个朱冕啊是个特殊案例。蔡京、王府都是身居高位的宰辅，那么童贯、梁师成、李严都是宦官出身，只有朱冕，他是因为攀附蔡京，进而给皇帝主办花石纲，突然得势，平步青云。之后为了接近徽宗，这个朱冕大把撒钱贿赂后宫和宫人。皇帝时不时的呢总能听到有关朱冕的好话，由此呢也就对他更加信任。除此以外，这个人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特别擅长溜须拍马。想在领导面前表现，留下比较好的印象，这种事儿本来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有时候呢，一句话一件事巧妙的应对，我们还会觉得这个人啊情商高、水平高。但是历史上的朱冕走的是不太一样的路数。有这么一次觐见皇帝，这个徽宗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因此呢用手轻轻拍了他的肩。朱冕回到家，逢人就指着肩膀说这是皇帝摸过的地方，随后呢就让人绣了一只手在肩上。我说幸亏他这被拍的只是肩膀。又有一次呢，这个朱冕被邀请参加内宴，席间啊，这个徽宗轻轻握了握他的手臂，这下更不得了了。朱冕回来就找了块黄布，把手臂缠起来，出门和人见面作揖，这只缠着这个黄布的手臂悬而不动。对上那是极尽所能的献媚邀功，对下则是不择手段的采取搜刮花石，肆无忌惮的贪污侵吞国库钱财。宋徽宗对各式的奇石啊情有独钟，最初喜爱的是灵璧石，后来呢渐渐又喜欢上了太湖石。根据史书的记载，大概在宣和4年的前后，朱冕发现了一块巨型太湖石。这块石头啊，有的记载为高4丈，也有的呢记载为高5丈。综合多方信息来看，它的高度大概在
15米上下，以现在的楼房来对比，应该有5层楼那么高。这么大一块石头，从太湖里打捞上来就费了好大的劲儿。人们潜到水下，先绑好绳索，再清理掉淤泥，随后用一艘大船把这石头拖出水面。这个太湖石最大的价值就是它这个身上有着大小不一、天然形成的孔洞。从太湖运到汴京，有2个问题特别棘手，一个是这满身的孔洞很容易损坏，另一个呢是石头太大，现有的船只装不下。怎么解决这2个问题呢？为了保护石头，人们先用胶泥堵上孔洞，然后再在石头表面裹上一层厚厚的胶泥，最后呢放在太阳底下晒到足够结实以后就可以运输了。为了把这石头运走，朱冕下令建造了一艘特大号专用船只，然后从太湖出发，进入京杭大运河的江南河段，再向北进入长江，走到江都，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再转到京杭运河淮阳河段，从运河再转到淮河，然后顺着泗水继续北上到达徐州，从徐州走汴河前往汴梁。到了汴河这一段以后，由于船只太大，汴河太窄，朱冕只能是找来好几千个民夫在岸上拉着船缓慢前行。有过不去的桥梁，他就下令拆毁桥梁，到了城市的水门，就把水门周围的墙壁扒开。历经数月，这块石头终于被运到了东京汴梁。人们把它泡在水里，这个表面和孔洞里的那个泥巴呢，就陆续的被清理干净。最后呢，这块石头就被安置在了皇家园林艮岳。宋徽宗给这块石头专门起了个名字，叫昭公夫庆神韵石，又专门封了个爵位，号称盘固侯。朱冕因为运送石头同样被加官进爵，被封为宁远军节度使。他的一众子孙也都各有封赏。仗着胜券优渥，这朱冕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从朝廷索要了大量的钱财，说是去采买花石，实际上大部分都进了他自己的腰包。在皇帝跟前是谨小慎微，到了地方上就颐指气使，对地方官员呼来喝去，如同奴仆。东南各路百姓皆被骚扰，各种花石全部从民间巧取豪夺，从来分文不付。只要是知道谁家里边有可供玩赏的物件，这个朱冕就会领着人直入其家，用块黄布把那物件一盖，这就成了御用之物了，不再属于任何个人。只要是朱冕看中的，甭管是深山幽谷还是江河湖海，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也要搞到手。说这个越州有一户殷实的人家，家里边有几块奇石，朱冕得知以后，直接派人上门索取，前后几次都被婉言谢绝了。这朱冕恼羞成怒，直接派兵丁破门而入，强行抢走这个石头。还有一次说这伙人从山里发现了几棵柏树，哎呀，这个柏树长得非常好，但是是一户人家在自己家的祖坟边上专门栽种的。这个朱冕呢，连招呼都不打，直接命人开挖，不光破坏了人家祖坟，连人家祖先的棺椁也遭到了毁坏。这个花石纲在运输途中有一些花石大到没法走河运，只能取道于海，一旦遭遇了惊涛骇浪，就会人船尽没，枉死无算。宋代人最喜欢栽种的有一种桂树，这个桂呢是个多音字，用作人名的时候读惠，比如秦桧；指代桂柏这种树木的时候呢，读桂或者快。这个南北方呢，在这个读音上有一些差异。现在的浙江海宁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安国寺，宋代的时候曾有2棵桂树，据说是唐代出使西域的高僧悟空大师栽种的。朱冕在得知了这2棵桂树之后，经过现场的勘验，发现这2棵树枝繁叶茂，其中1棵已经大到没办法走常规路线，于是他就心血来潮，决定造大船出海，从海路运输大的，小一点的继续走河运。结果十分不幸，船行海上突然遭遇了狂风巨浪，那棵大树和风帆缠到了一起，最后导致沉船，船上的人和树全部葬身大海。劳民伤财，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这种类似的缺德事儿在朱冕身上不胜枚举。
东南各路的百姓一提起朱冕，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花石纲所到之处，往往都会劫掠百姓，给地方上造成沉重的负担和负面影响。一个名叫张根的大臣连续3次上书，按照他的说法呢，从淮南到东京运送一根竹子就要花费50�min，从其他路运送的这个花费还要更高。更何况运来的花石并不是全部被安置在了皇家园林，有很大一部分进了某些大臣的家里。这一切的开销花费最终全部都由百姓来负担。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请陛下停运花石，天下苍生不胜期盼之至。张根的话呀，让蔡京、朱冕这些人对他恨之入骨，纷纷上书弹劾。那么徽宗呢，也觉得张根多事儿，就把他打发到了信州去管酒税。有这样一个事例，大臣们啊，自然纷纷选择了闭口不言，明哲保身。那些巨量的奇花异石被运到东京之后，都被用去为皇帝和大臣们装点豪华建筑物。起初用的最多的是延福宫。这个延福宫啊，早已有之，一直是被用来开展各种宴会的场所。政和4年的时候，蔡京为了讨皇帝欢心，召集童贯、杨戬等5个宦官，以延福宫的名字另外修建了新的宫殿。5个人各自负责一部分工程，而且是分开设计，不能抄袭。新建的这个延福宫规模宏大，气势恢宏，亭台楼阁相映成趣，气势非凡，好比琼楼玉宇。这个蔡京呢，效仿江南景致，在其中还修建了一些村居野店，俨然一派田园风光。又专门疏浚了一条河道，取名景龙江。这个景龙江可以直通宫进，皇帝可以在不惊动市民的情况下随时出宫游玩。除了延福宫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工程，就是艮岳。这个艮岳啊，堪称中国历史上皇家园林的最高峰。我们都知道清朝有圆明园、颐和园，这俩在规模上啊要超过艮岳，但是在艺术造诣上全都没法和艮岳比。东京汴梁有外城、内城、宫城，艮岳的位置就在内城的东北角。最初啊叫做万寿山。徽宗皇帝刚登基的时候，膝下子嗣不多，一个叫刘混康的道士告诉他说，京城东北角那个位置啊风水极佳，只可惜地势过于低洼，如果能够垫高一些，陛下您自然就会人丁兴旺。徽宗照做以后，突然间子嗣兴旺起来。我大致粗略的算了一下，截止到汴梁城破之前，宋徽宗的子女以平均每年增加 2.5 人的概率稳步上升，最多的一年接连生了4个儿子2个女儿。我们前面聊过，这个北宋的皇帝子嗣不继是个大问题，但是到了宋徽宗这儿出现了逆袭，儿子生了31个，女儿34个。刘混康给他支招啊，改变风水，管不管用咱们不敢断言，但是的确在垫高东北角之后，他子嗣的数量稳步增长。这片垫高的地方后来就渐渐成了皇家园林。在道士们的影响下，以及徽宗本人对建筑的痴迷喜爱，这个建设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政和7年开始到宣和4年，徽宗花了6年时间，命人以原本的万寿山为基础建设艮岳。尽管是人工堆砌，但是以徽宗本人的艺术特质和精雕细琢的用心，建成以后的艮岳啊，是山林岩壑日益高深，亭台楼观不可胜计，四方花竹齐驰，稀翠于丝，珍奇异兽无不必有。艮岳之中啊，摆满了从太湖、灵璧等地运来的石头，数量之多，样式之奇，令人叫绝，而且全部是天然形成，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雕琢。有的像龙虎，有的像牛马，姿态万千，巧夺天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朱冕费尽千辛运来的5层楼高的那块盘古猴。徽宗呢还专门御制碑文刻在石碑上，各种石头之间种有珍稀的树木，石树相间，错落有致。在主峰以外啊，
又有其他小山若干，有一块地儿种了上万棵梅树，这里呢就被命名为梅岭。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地方专门种植丹杏、丁香、黄杨、娇兰、松柏、斑竹，不同区域山岭各自都有名号。有一个小山用清一色的紫石堆成，这个山后面有蓄水池，闸门一开就会有一道瀑布流注山间。建艮岳已经耗资巨大，宫里的宦官们还嫌不够，认为如果要是能有各种飞禽，就会更加完美了。很快呢，有一个名叫薛翁的人毛遂自荐。这个人有一项本领，他可以模仿鸟的叫声，引来各种飞禽。最开始呢，每次他都拿着大盆的饭食把飞鸟引来喂食。1个多月以后，这些鸟已经不用招呼，自动从各处飞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些鸟已经不再怕人，站立在薛翁的边扇之间，赶都赶不走。恰好一天，徽宗皇帝驾临，只见有数以万计的真禽，清一色的灰白色的羽毛。薛翁这个时候呢，就匍匐在道旁，以牙牌上奏，说万岁山真禽迎驾。徽宗皇帝很高兴，马上就给薛翁封官赏赐。除了飞禽迎驾呀，有关部门制作了大量的油绢囊，这个东西呢可以吸附水汽，每天早上有专人负责挂在山上，只要徽宗一来，就打开油绢囊，顷刻之间，整个艮岳云雾缭绕，恍若仙境。这徽宗皇帝呢就这样沉醉其中。可是民间，尤其是东南各路老百姓，已经到了基本温饱都无法保障的地步。很多人因为花石纲倾家荡产，十室九空，饿殍满地。北宋距离社稷倾覆已经越来越近。说宣和2年宋金海上之盟谈判期间，在东南方的睦州，一个叫方腊的人登高一呼，公开起兵反抗大宋朝廷。睦州山清水秀，物华天宝，这是个富裕之地。方腊呢，本来是当地家境不错的商人，拥有自己的妻园，可是朝廷的造作局多次巧取豪夺，方腊敢怒不敢言，而朱冕花石纲的骚扰已经几近劫掠，受害者是越来越多。最后呢，这个方腊是忍无可忍，以诛杀朱冕为名，聚众揭竿而起。只几天的功夫，他的队伍就发展到了10万人，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这个朝廷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1个多月以后，方腊的起义军已经攻占了杭州。由于多年被压榨积攒下来的仇恨，这支部队把所有抓住的官吏全部折磨致死，要么是当成火把子乱箭齐射，要么就是肢解、抽肠、熬油，而且是势如破竹，不可阻挡，天下震动。当时的北宋正在准备联金灭辽，各地兵马粮草物资都已经准备好了。得知了方腊攻陷杭州，朝廷下令立即停止北伐，派宦官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领兵15万南下平乱。童贯临行之前，徽宗以东南之事相托，并且特意交代，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来不及上奏的，可以用天子名义发布文告。童贯深知东南各路深受花石纲的骚扰，为了麻痹方腊的起义军，此后不久以天子名义发布罪己诏，宣布收买花石、造作供奉之物以及有关机构一律作废。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方腊让宋廷焦头烂额之际，宋江也在河北起事。朝廷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东南，刚好呢给了宋江机会。这伙人呢共有首领36位，大多数和水浒传里边36天罡相同。起初他们是横行河朔，官军不敢与之争锋，后来转战到了海州，就是今天的江苏连云港。宋江在海州夺得10余艘巨舟以及大量的财物，从此声威大振。海州的知州叫做张叔夜，这是个能人，在水浒传里边呢也出现过。这个张叔夜摸清了宋江的行踪，按照他们的行军规律，在必经之处埋伏下重兵，又趁着他们舍舟登岸的时候呢，一把火把船只烧了个干干净净。宋江在进退失据，即将山穷水尽之际，
最终接受了张叔夜的招降，从此以后成了义军，跟随官军主力攻打方腊。有关宋江啊，到底有没有参与讨伐方腊，一直存在争议。三朝本盟汇编说的和刘延庆、刘光世等等将领共同听命于童贯，兵发东南参与讨伐，但是宋史、宋会要辑稿就没有这些记载。不管怎么样，这个方腊很快被朝廷镇压了下去。抓住方腊的人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皮匠，他的名字叫做韩世忠。方腊起义共计攻陷了6州52县，造成平民死亡超过200万。东南战事让财政更加捉襟见肘，也严重影响了宋徽宗的北伐计划。还有一个更加深远的影响是后来的高宗赵构逃到东南这里呢正好是方腊曾经起兵的地方，原本储存有大量的粮草，因为讨伐方腊而耗个精光。特别讽刺的是，这个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宋徽宗又开始变本加厉地搞起了花石纲。好了伤疤忘了疼，接着奏乐接着舞。6贼之中的王府和梁师成奉命主持恢复应奉局，这俩人比朱冕要更加的贪婪，10之8九的贡品都被这哥俩给瓜分了。6贼之中还有一个宦官李严，也是个龌龊之徒。王府和李严在汝州设立应奉局，名义上是为了搜求北方花石，实际上大肆盘剥百姓。汝州及周边的农夫全被征调去运送花石，长年累月的折腾，导致田地荒芜，禾稼不收。老百姓们家徒四壁，或饿死于沟壑，或自缢于原垭之间，整个社会一派虚假繁荣的景象。实际上已经是暗流涌动，持续了1个半世纪的北宋江山也即将寿终正寝。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收看收听本期节目，这是慢聊两宋烟云的第4集。如果喜欢这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两宋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下期不见不散。